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把红糖水倒入玉米面里，瞬间变美食。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松软香甜，馒头好吃，比包子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00克玉米面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5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倒入400毫升开水，用蛋抽搅拌一下，搅拌至红糖融化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红糖搅拌融化后，再趁热倒入玉米面的碗中，均匀地淋在玉米面上。全部倒进来以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玉米面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状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玉米面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倒入200克普通面粉，面粉呢分次少量的倒进来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就可以，而且没有颗粒状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0克红枣，再准备1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，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很好的去除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尽量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上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就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葡萄干和红枣放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完全融入面糊里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拌均匀，像这样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小碗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
油刷好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用勺子舀出1到2勺的面糊，放入小碗中，不用装太满，5分满就可以。每个小碗都给它放上面糊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用勺子把面糊表面整理平整。整理好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像这样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。然后再像我这样放入几块红枣，给它点缀一下，放到中间就可以。放好后，再盖上一张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密封起来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全部做好后，然后在冷水上锅蒸。再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玉米面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开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用刮刀像我这样转动一下，这样方便脱模，再给它倒扣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糖玉米面发糕就做好了，刚出锅就能闻到浓郁香甜的味道，是红糖那种质朴醇厚、暖烘烘的甜香，混合着玉米面独有的清香，还没吃就开始咽口水了。入口那叫一个蓬松柔软，带着微微的弹糯，每一口都能嚼到实实在在的红枣和葡萄干，红枣的甜润软糯，葡萄干酸甜滋味，丰富了口感，层次超分明，而且玉米面自带的粗粮感，让整体吃着扎实又清爽，饱腹还解馋，好吃到完全停不下来，用来当早餐或主食都很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